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再多讲一点吧，顺便讲一下，因为我这阵子这个免疫系统啊，免疫系统很不稳定，或者在降低。前一阵子不是那个叫什么啊？哎，荨麻疹。这1个多礼拜又有那个疱疹，现在还在，稍微好很多了，缩了，从后背到腰，啊，这里，啊，那我就在家里养，所以上次吃饭我说我不可以喝酒，啊，以后大概也不太会喝，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当然，一个问题的出现，尤其是慢性的，它的因素绝对不是单一性的，每个理由都成立，可是绝对不是单一性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转化。一般人的身体啊，有2个重要的转化阶段，一个是出生以后到什么？到青春期。青春期开始就分成男跟女了。男生的那个男性荷尔蒙暴涨，女生的就开始有女性的性征出来了。在我们传统练拳来讲，在这个之前的孩子训练是不分男女的，他们是一样的。分男女是在青春期之后才分男女，然后一直到哪边？一直到更年期。更年期开始，啊，女生的荷尔蒙降低了，男生的荷尔蒙也降低了。从这个之后，又不分男女了。但是这2个阶段是身体的重大风暴性的转化的阶段，也就是说，它改动的是什么？它转变的是它是内分泌变了。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尤其学医的知道嘛，内分泌的改变影响身体，它是根源性的影响，所以你很多你根本查不出来确实的原因的，因为它是从最源头的那个元素因素所做的改变，所以整个身体我们看得到的部分，骨啊、肉啊、器官啊什么，它受那个影响它就变，甚至人的性情都会变，所以小孩子在青春期前后的阶段要很注意，要很注意。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叛逆心啊，或者常常一些冲动啊？我们讲年轻人的那些，都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内分泌的改变而产生的。那到了年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男生一样有更年期啊。那有的人的更年期的时间很长，有的人的更年期时间很短。事实上，人开始更年期了以后啊，事实上他都没有停。所以更年期之后的人，他是第2副身，应该讲第三副身体。青春期以前是一副身体，中间是什么阶段？拼搏的阶段，这是一副身体。更年期以后是另外一副身体。所以这个阶段身体会产生很多的变化。当我们比方讲女生当然都知道，停经之后会有很多的生理跟心理上面的问题嘛。
男生也是一样嘛，就雄性荷尔蒙慢慢变少了之后，它连带出来的身体的生理的跟心理的那种变化是很大的。那有的人时间长，那个显现的不明显，有些人的显现就很明显。所以这两个时期的很多的病，比方女孩子年轻的时候，男女呢都长那个青春痘，是不是这样子？它不是病，它不是病，它只是那一段时间内分泌变化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结果。更年期以后也是一样，像我现在这一阵子感觉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变化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那要不要把它当病治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研究的很透彻，有些是讲是由病毒感染啊。中医的观念是讲是什么？是内热产生，或者说这两个都对，是内热把那个东西激发出来了啊。总而言之啊，女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怀孕。女性怀孕前跟怀孕后是两种身体啊。那很遗憾的是什么？不管中医西医，不管现在什么医学，都研究不透这几个阶段，研究不透就不知道怎么去引导这个的改变，让它对我们是有益的。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不知道它这个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每一个人青春期或者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可能引导这个内分泌的量，或者内分泌的走向，把它转化到一个对这个人将来他的身心是有帮助的一个匹配。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以前老人家知道什么？老人家知道女人怀孕的前后的时候怎么去调理。以前老人家长久的经验，他知道怎么去调理。所以一个身体不好的女孩子到怀孕到出生这个阶段，如果调理得好，她的身体她的体质马上就变了。可是现在的人不知道，一个好身体的女孩怀孕了以后，身体变坏了，是吧？这就是现在的人不知道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去好好的掌握它。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对身体自我探索以后所以我有得了这个以后我没有去看医生没去看医生，也不会去吃那个抗组织胺或什么这样的药就是想办法安静休息然后补充相关的营养，然后清热，把身体里面聚集的热把它慢慢清理掉，让身体自己去在我从旁协助的情况下，让它自己去做调整所以这个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是超乎我们的现在的所有认知的，很多重要的关键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能够研究到的只是非常表面的部分那我们练拳练这种，比方讲练内的东西
帮助我们对身体的了解跟对身体的掌控。那还有一个为什么要练？我有2次，我上次是多少年前忘了，就是腰椎受伤嘛，腰椎受伤压到神经，那时候那个痛啊，那个痛是24小时的，扎一针用针刺，那个是非常难受的，又痛又酸。这次的痛不是，这次的痛是在皮肤下面，可能是神经痛，可是它不是一阵一阵的，它是一片的，好像皮肤被太阳烧伤了，有一点被太阳烧伤那样痛。我就来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练拳啊，我们练身体啊，最大的考验是在哪里？就是在面对病痛跟死亡的时候，就是你能够怎么去面对，你是能够安静的面对它，去客观的，反而可以客观的去分析它，了解它，还是你受它的影响变得慌乱，变得怨天尤人，变得什么？真正的修炼在这个地方看，在这里看。你们知道那个 Teresa 修女啊？Teresa 修女你知道吗？你晓得吗？你不知道？对，她不是救治很多人吗？她死了以后啊，人家解剖她的身体啊，她的身体包括癌症在内啊，有几十种病，包括癌。可是她活着的时候都没事儿，她一样做她的事情。可是她在她的自传里说，她说我如果一天我不能，她是早中晚的祈祷啊。我不能这样子祈祷的话，我连一天都熬不过去。所以他屏障的是什么？他的信念。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面临到这种状况，我们要屏障的是什么？那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是这几个阶段。生我们管不了，老病死这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如何面对这个课题啊，在身体好的时候啊，是完全不会想到的，你不会认为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不早一点想到，不早一点储备，面临到的时候，你会不知所措晓得吗？所以现代人的方法就是，有一点病痛了，就把自己往医院里面一丢。医生弄好了就弄好了，医生没弄好就抗议啊，骂医生啊，这样子，因为他对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他也不要知道，反正我车子送厂，你给我修好就是了，不要告诉我他是什么问题，我知道也没用，是不是？可是我们练习的人，我们练的人，我们就要知道，你才能自己去面对它。好，一个随便的分享，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啊，但很多东西都要什么，都要长时间的去建立它，去巩固它。
啊，而这些东西是要靠什么时候呢？常常讲退休的朋友啊，你退休以后怎么生活，怎么支持你的生活，要靠你在没有退休的时候去建立。如果在没有退休的时候，你没有建立起来，你人生的兴趣啊，你追求的目标啊，你对生命的这个探讨啊，你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这个东西啊，你退休下来，无论你多久去一次环游世界，通通没有用，通通没有用，你的生活还是没有一个核心。你生活还是没有一个核心，所以这些东西都要靠我们在什么？靠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需要它的时候，赶快的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当做我们一般的兴趣少量但是长时间去建立它，然后到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用，好，这样子。老师，你的师父有面对过这件事吗？当然有啊，怎么没有？他们那个时代出来的人，经历什么？当然，我这个时代的人我跟玉寻啊什么，我们这时代的人，从我们生下来到现在，我们经历很多的，不是身体上，但是经历过很多价值观方面的，或者心理方面的一些冲突，这个冲突是很大的，可是无法表现出来。比方什么，你们的父母辈也可能，可是他不会讲，他不讲不表示没有对他造成影响。我举例，传统的价值观受到非常大的挑战比方讲什么父慈子孝这东西没有了比方尊重师长这东西没有了很多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全部被推翻。老师说台湾吗？还是全世界？我从我的经验讲，能不能比拟到你们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然后比方讲性别观，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比我年纪大，是妈妈，我们认识了很久，她有一天偷偷跟我讲，怎么办？我儿子是是同性恋嘛？这个东西在他心里藏很久了，他儿子也不敢让他知道，可是他后来他知道了，他慢慢知道，藏在心里很久，不知道怎么办。到后来才慢慢既然这样了，就慢慢接受了嘛，也接受那个另外一个，不管是女婿还是媳妇儿，同性的，像这样子。然后很多比方政治上的很多。我在军中的时候民进党是什么？民进党是叛乱党，那些人是叛国者被抓，后来解严以后，他们你看他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政府了。这个转变有多大？有多大？人际关系之间的那个处理，那个转变也是非常大。所以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讲，我们当初所学习的、所认为是对的东西，到后来全部变错，或者说变成是非不分。那这个东西你跟谁讲去，你也不能表达，是不是？那所以就是在心里面，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愤怒，隐藏的愤怒，变成一种不甘心变成一种沉默。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身心伤害都很大的，可是别人不知道。